们到底要干什么？手术准备开始。二姐，算了吧，我本来就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还占了哥哥的位置。要是为了救我伤了哥哥的身体，我宁愿去死。程颖，你别说话，留着点力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今天抽干他的脊髓，我也要救活你。二姐，当年火场里拼死把你背出来的人是我啊！还有三姐，你拿金曲奖的那首成名曲，是我熬了3个通宵写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满嘴谎话！二姐亲眼看见是程颖救的他。至于我的曲子，明明是程颖在废纸篓里找到的灵感，你也有脸说是你写的？秦烈，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仅抢程颖的救人功劳，连公司的事儿也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去年秦氏集团破产危机，要不是程颖拿出了那份城南开发计划书，秦家早完了。你不过是跑了跑腿，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那份计划书是我写了几1个月的，爸，当年你被人暗算，是我替你挡了那一刀啊！住口！当年替我挡刀、失血过多、差点没命的明明是程颖，你除了嫉妒程颖、抢他的功劳，你还会什么？秦烈，你这条命是秦家给的，现在程颖需要你的造血干细胞，你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是你该还秦家的债。叫吧，尽情的叫吧！火场救人金曲奖神作《城南计划书》，还有替死鬼挡刀，你拼了命做的一切，全都被我冒名顶替了。全家都把我当成恩人和天才，而你注定只能做我的移动血库。哈哈哈哈哈！秦家在商场上拼死拼活这么多年，你们就为了这个冒牌货要抽干我的骨髓？你们好狠的心！能为程颖捐骨髓，是你的荣幸。真的啊！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若有来世，我一定要报复秦家，自己留着点力气，连回也要救人，我也要救活你。我没死。逆子，你还在发什么愣？赶紧把桌上这份骨髓捐献同意书给我签了。我重生了，回到了16岁，被逼着签骨髓捐献书的这一天。程颖，你咳血了！秦烈，你看到了吗？程颖都咳血了，你还不赶紧签字？你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秦烈，我作为医生明确告诉你，抽一点骨髓对你的身体根本没有实质性伤害，休息几天就好了。你吃秦家的，喝秦家的，现在让你出点力救你弟弟，你委屈什么？没有实质性伤害。秦大医生，既然这么轻松，你怎么不抽你自己的？我的血型和程颖不匹配，你这是什么态度？混账东西！你怎么跟你二姐说话的？秦万鹤，这一巴掌你打不下来了。你敢直呼我的名字，反了你了！算你识相，赶紧签，别在这磨磨唧唧的，耽误了程颖的病情，我饶不了你。装够了吗，秦程颖？你纸巾上那股劣质的鸽子血腥味，隔着3米我都闻得到。想让我给你当移动血包，你做梦！哥哥，你不想捐都算了，为什么要诬陷我？我真的没有。这个蠢货是怎么知道的？秦烈，你这个畜生！程颖都病成这样了，你还往他身上泼脏水，你还是个人吗？秦烈，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今天如果不签字，秦家的一切资源你1分都别想动。有本事你今天就给我净身出户，滚出秦家！我看你一个26岁的废物，离开秦家能不能活过3天？好啊，我来到秦家之后，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赚的。这群人还以为这样能拿捏住我。秦烈，你还真敢净身出户啊！我还以为你要赖在秦家死皮赖脸的求原谅呢。让开！只要你还活着一天，我就会让你生不如死。这秦家的大少爷只能是我秦程颖一个人，是吗？那你最好祈祷自己能活得久一点。哥哥，你别走，都是我不好，你打我骂我都可以，求求你别离开秦家。只要我控制力道从这里摔下去，姐姐们亲眼看到是你推的我，你这辈子都洗不清了。前世你就是用这一招让大姐打断了我的腿，这一世既然你想摔我，二姐，好痛！大姐，
三姐，你们别怪哥哥，是我不该求他留下，他推我那一下肯定不是故意的。秦烈，你这个畜生！程颖都病成这样了，好心挽留你，你居然把他推下楼梯，你的心怎么这么歹毒？秦烈，你太让我失望了。为了争宠，你连杀人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秦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冷血的怪物？道歉！你给程颖跪下道歉！我故意的，道歉。你简直是个疯子！秦烈，你无药可救了，程颖可是你的弟弟。闭嘴！他算什么东西？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你把他当个宝，在我眼里，他连垃圾都不如。站住！你伤了人就想一走了之？秦程颖鸠占鹊巢，还拿我这个甄少爷当了这么多年血包，他的命都是我供起来的。我推他下楼怎么了？你们不是心疼这个废物吗？那就好好守着他，记住，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以后就算你们跪在地上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多看你们一眼。让他滚，死在外面最好。我们秦家就当没生过这个白眼狼。秦烈，你终于滚了。从今天起，秦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我听说你被秦家赶出来了，他们就是把你当那个病秧子的移动血包。周烈，都过去。从今天起，我秦烈和秦家对断了好。烈哥，你这么聪明，离开那个吸血鬼家族，咱们肯定能混出个人样，让他们秦家后悔去吧。烈哥，这是我攒的全部家当，一共500块，你拿着，咱们先去吃顿饱饭，加上我身上打零工剩下的300，一共800。吃饭不急。周烈，想不想跟我干票大的啊？800块能干啥大的？跟我来。烈哥，你这是要炒黄金？咱们就800块钱，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吧？普通玩法当然不行，但如果加满100倍杠杆，烈哥，100倍杠杆，第一点咱们这800块钱就爆仓了，今晚咱们连睡天桥的纸板都买不起了。我操，涨了！烈哥，暴涨了！8万，烈哥，短短10分钟，800变8万啊！这只是个开始。秦家不是下个月要竞标那个100亿级的核心技术项目秦万和秦青鸾？这一世，我要亲手把秦家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砸个稀巴烂。走，去城中村。烈哥，咱们有钱了，去城中村干嘛？不先吃顿好的，享受一下？去截胡一个能让秦家万劫不复的天才。周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那个破专利，秦氏集团能看上是你的造化，赶紧签字，不然今天我打断你的手，让你这辈子都敲不了代码。做梦！这是我熬了3年的心血，你们秦氏集团就是一群强盗。秦家的程颖少爷可是亲自发了话，这专利必须拿下。你一个没背景的穷光蛋，拿什么跟秦家斗？给我打，打到他签为止。谁呀？活腻歪了，敢跟秦家作对？瞎了你的狗眼！这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手里那份协议今天签不了。回去告诉秦成岭，他看上的东西，我偏不让他如愿。哪来的穷光蛋？毛都没长齐就来逞英雄，还敢直呼程颖少爷的大名？给我连他一起打！赵主管，动手之前，你最好先给秦成宇打个电话，问问他，城南那个叫星光的皮包公司，上个月续开的3000万增值税差票，补缴了。这小子怎么知道的？你胡说什么？什么皮包公司？我听不懂。听不懂这个？那你们利用海外账户洗黑钱的流水账单呢？这位兄弟，有话好好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撕了。算你识相。不过你们把周成打成这样，这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是不是该算算？算。我们赔10万够不够？100万，少1分，你们老板的底裤我今天就给扒出来，送你进去踩缝纫机。100万？你当我印钱的呀？我倒数10个数，10、9，别数了，我给，我这就给公司账户打电话申请和解金。烈哥，100万真到账了，咱们发财了！你几句话就敲了他们100万，太牛逼了！你救了我，就相当于得罪了秦家。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我叫秦烈，
救你，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技术。我知道你手里那个核心算法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一个外包项目。下个月，秦家要竞标那个100亿级的核心技术项目，我要你用完整的终极版技术，堂堂正正的把秦家踩在脚下。烈哥，我周成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只要能扳倒秦氏集团，我给你当牛做马，誓死追随。我不需要牛马，我需要的是能和我一起缔造商业帝国的合伙人。前世秦家抽干我的骨髓，踩着我的尸体享受荣华富贵。这一世，我要亲手把你们的千亿帝国一点一点的撕碎。秦烈还没死回来吗？没听到我咳嗽？我的润喉。三小姐，大少爷已经离家好几天了，这汤是我给您熬的。这什么泔水，又苦又涩，你想烫死我啊？以前秦烈熬的汤都是清甜的，喝下去嗓子马上就舒服了。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吵什么？锦华，你堂堂歌曲天后，成天大呼小叫，像什么样子？大姐，你看长妈熬的什么东西？秦烈到底死哪儿去了？是不是为了躲懒才不回家的？大小姐、三小姐，这真不怪我啊！以前的汤是大少爷每天凌晨4点骑着自行车去30两外的郊区山上，亲手给您摘的野生新鲜枇杷叶。大少爷的手经常被树枝划的全是血口子，回来连伤口都顾不上包扎，就要守在炉子前给您熬上4个小时。我哪里熬得出大少爷那个味道啊？买不到吗？非要去摘？大少爷说，外面买的放了防腐剂，对三小姐的嗓子不好。谁要他讨好？他就是个白眼狼。走就走了，谁稀罕他的破汤？三姐，你别生哥哥的气了。哥哥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讨好你，让你多看他一眼。都怪我身体不好，占了哥哥的资源。我这就让司机去给你买最好的燕窝。陈姐，你身体还没好，快回去躺着。你管他干什么？他不配跟你比。张妈，秦烈走的时候带走什么了？大少爷什么都没带，只有身上那件穿了3年的旧衬衫。穿了3年的旧衬衫？我每个月不是给家里拨了10万块的零花钱吗？一股霉味。这是秦烈的房间，我不是让人给他安排了2楼向阳的客房吗？程允少爷说他喜欢那间客房的阳光，就搬进去了。大少爷就被赶到了这间杂物间，连暖气都没有，冬天只能盖2床薄被子。这些带血的纱布，就是他去给锦华摘枇杷叶留下的。秦烈会在日记里写什么呢？今天摘枇杷叶又划破了手，但只要3姐喝了能保护嗓子，大姐吃了我做的饭能缓解胃痛，2姐值夜班能喝到热粥就不疼了。我一定会努力让大家接受我，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秦烈，你既然这么在乎这个家，为什么要走得那么绝情？你以为用这种苦肉计就能逼我们向你妥协吗？林特助，去查一下秦烈现在在哪。推程颖下楼的事，就算秦烈年少轻狂，只要他给程颖道个歉，乖乖捐献骨髓，我会劝大家既往不咎。烈哥，你那位冰山大姐秦青鸾，现在正派人满世界打听你的下落呢。他是急着让我回去给秦城里捐骨髓，还是急着找人回去给他煮那碗能缓解胃痛的清粥？他大概还以为你是在闹脾气，等着你像以前一样，只要他皱皱眉头，你就乖乖滚回去认错。认错，这一世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秦氏集团最近那个云端项目的融资进度怎么样了？还在协调。秦青鸾胃口很大，想拿10%的股份换50个亿。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最大的意向投资方烈风资本幕后老板竟然是你。先吊着他，
把他们旗下的几个核心供应商名单给我，我要一个一个慢慢的切断秦家的触角。秦青鸾，现在只是开始，等你们发现你们引以为傲的权势和财富正在一点点流失时，那才是真正的地狱。二姐，你昨晚又值夜班了吧？我让厨房炖了你最爱喝的鸽子汤，趁热喝点吧。程颖，你身体本来就虚弱，怎么还往医院跑？万一累病了怎么办？二姐救死扶伤那么辛苦，我心疼二姐吗？只要二姐好好的，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哪怕哥哥再推我一次，我也不会怪他。别提那个畜生，他把你推下楼，差点害死你。他要是敢出现在我面前，我绝对饶不了他。程颖，当年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把我救出来，二姐早就没命了。二姐发誓，就算抽干秦烈的骨髓，也一定会把你治好。二姐，那都是我应该做的。秦耀庭这个蠢货，当年那场火灾是我玩打火机引起的。救命啊！我不是故意的。二姐，醒醒，我带你出去。救命！快救救我二姐！我把二姐救出来了。程颖，吓死大姐了！你要是出了事，大姐可怎么活啊？程颖真勇敢，是个男子汉。多亏了你，二姐才没事儿。这个惹是生非的扫把星，刚接回秦家就玩火，差点把整个家都烧没了。他怎么不死在火场里？程颖，谢谢你，二姐这条命是你给的，以后二姐拿命护着你。秦烈背部重度烧伤，差点死在 ICU， 结果全家人都在骂他是个纵火犯，而我只是抹了点灰，就成了秦家上下捧在手心里的大恩人。秦烈，你拿什么跟我斗？二姐，哥哥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他身上没钱，会不会出什么事？我们要不要去找找他？管他去死！你就是太善良，他都把你推下楼了，你还关心他的死活？姐，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两个和气。你放心，秦烈不会再有伤害你的机会。只要有二姐在一天，秦家大少爷的位置就永远是你的。烈哥，烈哥，你的背怎么会这样？是谁干的？是不是秦家那帮畜生？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秦家别墅失火，我为了救二姐秦耀民，被烧他的房梁砸中。你拼死救了他，他居然还要抽干你的骨髓去救那个假少爷，他还是人吗？因为在他们眼里，火是我放的，而拼死把秦耀民从火场里抱出来的英雄是秦成颖。放屁！秦成颖那个弱鸡能背得动人？他们秦家人都是瞎子吗？连谁受了重伤，谁毫发无损都看不出来。瞎子是叫不醒的。秦耀民，你引以为傲的医术，你视若神明的救命恩人，很快我就会亲手把这些虚伪的滤镜一片一片当着你的面砸得粉碎。锦华，我的姑奶奶，你嗓子哑了就尽量别说话了。都怪那个秦烈，好端端的离什么家出走，连那碗润喉汤都不给你熬了。秦小姐，你的声带因为长期疲劳和缺乏特定保养，现在已经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医生，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治好我们家锦华啊！他下个月还要开万人演唱会呢。这不是钱的问题，说实话，你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当年你车祸大出血，不仅伤了内脏，声带也受了重创。要不是当年那个年轻人拼了命给你超量输血，你连命都没了，更别说唱歌了。程颖，什么程颖？当年给你输血的明明叫秦烈。你自己看吧，你的血型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当时医院血库告急，秦烈那孩子烧伤还没好，身体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听到你需要血，他疯了一样冲进抽血室，不能再抽了，你背上的重度杀伤还没好全，本身就严重贫血，再抽你会休克的。抽，我三姐还在抢救，只要能救她，抽干我都行，求您了，医生。快抢救！抽死你最好，这样秦家就没人跟我抢了。程颖，你怎么在这儿？爸，大姐，三姐大出血，是我救了她，我好晕。程颖，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怎么这么傻？你救了你三姐的命啊！这个废物，亲姐姐在抢救，他居然在这装晕躲清闲，真是个冷血的畜生。那孩子抽血抽到重度休克，在 ICU 抢救了3天3夜才捡回一条命。你们秦家人倒好，不仅没人管他的死活，后来居然还把救人的功劳算在了另一个没献过一滴血的人头上。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现在知道了，救我的竟然是秦烈，他为了我连命都不要，可我却把秦城宇那个骗子当恩人，把秦烈当狗使唤。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姐他。今天这100亿级的云端项目，我们秦家势在必得。只要拿下它，秦氏集团就能彻底垄断江城的科技产业。爸，您放心，没有任何公司能跟我们抗衡。大姐最厉害了，等拿下了项目，我们秦家就更强大了。到时候哥哥在外面吃够了苦头，知道秦家有多好，肯定会回来求我们。秦烈，你这逆子怎么会在这儿？你这身衣服哪儿来的？去偷去抢了？这是秦家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少爷，一身高仿西装，穿的人模狗样的，估计是走投无路了。想来100亿项目的竞标现场碰瓷秦董要钱吧？哥哥肯定是知道我们今天竞标，特意来求我们让他回家的，你就放过他一马吧。求你们，秦成影，你的脸皮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厚。看清楚了，这位是我们烈风资本的创始人秦烈秦总。哈哈，烈风资本还创始人？秦烈，你找群员也找个专业点的。别闹了，秦烈，你赶紧回家吧，你的事儿回家再说。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烈哥，他们太嚣张了，让他们再嚣张最后10分钟。走，进去收网。他们进去了。各位，这就是我们秦氏集团云端项目的核心算法，我敢保证，这套方案领先市场至少5年。不愧是江城第一的秦氏集团，这算法逻辑确实无懈可击。看来这次的项目非秦家莫属了。谢谢大家，感谢秦总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竞标方烈风资本创始人秦烈先生上台。秦烈，你非要让我们秦家丢脸吗？保安呢？把这个捣乱的废物给我轰出去！秦总稍等，这位秦烈先生确实是我们主办方特邀的最后一位竞标方，烈风资本的创始人。秦烈，你闹够了吗？就算你对家里有怨气，也不能随便注册个空壳公司，来这种100亿级的竞标会上胡闹。大姐，别怪哥哥，哥哥肯定是怪我抢了他在秦家的位置，所以来招标会上捣乱。为了跟杨子争宠，跑到100亿竞标会上来闹脾气。什么烈风资本，在江城听都没听过。估计真像秦董说的，弄了个皮包公司来华供取宠的。秦青鸾，你刚才展示的那个所谓的云端系统，就是你号称领先市场5年的完美方案？周成，投屏。天哪，这算法逻辑简直是天才之作！这套系统比秦氏集团的方案完善了至少10倍，不是100倍。秦烈脱离秦家后，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成就？这套方案的完整度怎么会这么高？连我们研发部一直攻克不了的技术壁垒，全都被他完美解决了。秦青鸾，你们秦氏的心血之作不过是个半成品，如果投入使用，最多1个月就会引发用户数据瘫痪。秦烈，你少在这里夸大其词。可是哥哥之前连基础的代码都看不懂，怎么会突然变成代码天才呢？对，唯一的解释是秦烈在离开秦家前窃取了研发部的数据，找人重新包装，跑来这里反咬一口。你不仅不学无术，还学会当商业间谍了！马上把方案交出来！哥哥，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大姐为了这个项目，每天晚上熬到凌晨3、4点，连饭都顾不上吃。你就算再恨我，也不该偷走大姐的心血啊！只要你现在认错，把东西还给秦家，我愿意把秦家大少爷的位置还给你。求求秦成影，你们秦家人贼喊捉贼的把戏，还真是祖传的炉火纯青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秦家的心血，那你们敢不敢告诉大家，那个漏洞百出的半成品到底是从谁手里抢来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没关系，能看见就行了。周成，放证据。周成，敬酒不吃吃罚酒。秦家的程颖少爷亲自发了话，这专利必须拿下，我打到他把专利转让协议签了为止。
无耻！堂堂千亿财阀，居然雇人去抢劫底层程序员的专利，难怪秦氏集团的方案漏洞百出，原来是抢来的半成品，根本没拿到核心算法。录音里听得清清楚楚，是那个程颖少爷指使的，看着柔柔弱弱的，背地里竟然干这种勾当，怎么会这样？可这技术确实是程颖拿给我的。不是我，我也是被视频里那个人骗了。秦青鸾，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完美方案。你们这两个蠢货，秦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秦董，商场如战场，技不如人就该认输。鉴于秦氏集团涉嫌技术强抢，且方案存在重大缺陷，我宣布本次中选方是烈风资本秦烈。这只是一个开始。秦总，进军娱乐圈的资金已经到位，按计划推进。关注我的好三姐和好弟弟有什么行动？秦城颖，三姐，你终于来了，你快帮帮我！哥哥他联合外人欺负我，他还污蔑我。三姐，你打我！锦华，你疯了吗？你打程颖干什么？他身体那么虚弱，你是不是认错人了？秦烈在那边。胡闹！大庭广众之上，你发什么疯？没疯，我打的就是这个满嘴话。锦华，你的嗓子怎么哑成这样了？程颖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下这么重的手？三姐，是不是哥哥跟你说了什么？我知道你因为嗓子坏了心情不好，你打我出气没关系，只要你别生哥哥的气。你还装？你还在装？秦程颖，我问你，当年我车祸大出血，在手术室里九死一生，到底是谁给我输的血？他怎么会突然问这个？是不是秦烈这个白眼狼又在你面前编造了什么谎言？锦华，当年程颖为了救你，连命都差点搭进去，你怎么能听信外人的挑拨？大姐，当年给我输血的根本不是他秦程颖，是秦烈。不可能，不可能！秦烈当时躲在病房里装病，他身体病弱贫血，又要求医生超量抽血，重度休克。秦烈在 ICU 抢救的时候，秦程颖却冒领了秦烈的功劳。天哪，这简直是拿命在换啊！秦家居然把真正的救命恩人赶出家门，把一个冒牌货当成宝。程颖明明说他晕倒了。大姐，三姐，我真的没有骗你们，肯定是医院弄错了。各位，秦家的私事请会后自行解决。现在我正式宣布，本次100亿级云端项目的最终中标方是烈风资本，让我们恭喜秦烈先生。100亿项目落袋，秦氏集团的丧钟已经敲响。秦烈，你就算拿了项目，也是踩着秦家的资源爬上去的，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锦华，小烈，三姐错了，我不知道当年是你救我，求你跟三姐回家吧，让我给你一个补偿的机会。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掉几滴眼泪，说几句好话，我过去遭受的那些折磨就能一笔勾销了？不是的，小烈，三姐真的知道错了。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在秦家就彻底完了，只能用那一招了。快救你二姐来！程颖的白血病发作了！秦烈、锦华，你们满意了？要是程颖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现在吐血未免太早了，好好看看，这是当年我超量献血的铁证。这上面写着献血1200毫升，极度危险，可能导致休克甚至死亡。献血人签字：秦烈。不可能，这绝对是伪造的！爸，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们到底在闹什么？程颖怎么样了？二姐，哥哥非挑我发病的时候拿张破纸来定我的罪，他这不是要真相，他这是要逼死我呀！秦烈这个贱人，居然还留着当年的免责书，我绝不能承认，承认了我就全完了。我是医生，给我看看。这记录完全符合锦华当年的病历，这是真的。你听见了吗？二姐都说是真的。你不仅冒领了小月的功劳，你还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我们全家对你的宠爱。三姐，你轻说，我喘不过气了。锦华，你冷静点。就算当年是秦烈献的血，程颖他身体不好也是事实啊，他有白血病，你这样会逼死他的。哈哈，秦青兰，你们秦家人的双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为了救秦锦华，我被抽了整整1200毫升的血，我休克在冰冷的走廊上，你们在哪儿？
在心疼这个连一滴血都没流的冒牌货，你在夸他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你这个所谓的顶级医生，连他手臂上有没有针眼都不看一眼，就盲目的把他当成恩人。对不起，小烈，是三姐瞎了眼，三姐该死！你的道歉一文不值。既然装可怜没用，那就只能用苦肉计了。只要我快死了，他们还是得向着我。程阳，你别吓二姐。程颖的白血病恶化了秦烈，你非要逼死你弟弟才甘心吗？程颖现在命在旦夕，只要你马上跟他去医院配型捐骨髓，过去的伤了千万不救。这秦家真是疯了，都被打脸成这样了，还护着那个贾少爷，还要让甄少爷去捐骨髓，这是要把人往死里吸啊！二姐，你闻闻那血的味道，是并发的呕血，还是咬破舌尖的新鲜血？你这名医分不出来吗？秦烈，程颖都吐血了，你还在污蔑他？是内出血，情况很危险。程颖在骗人，可他在火场救过我，只能先牺牲秦烈。再专业的人，没有道德也是白搭。你二姐是医学博士，难道还会污蔑你？难道还会污蔑你？爸，别说了，帮我把程颖抬上车，咱们赶快去医院。秦小棉，你今天帮他撒这个谎，以后千万别后悔。烈哥，咱们也去医院，让其他专家当众把秦承德脸剥下来。叫醒装睡的人是最蠢的。秦耀门作为顶级医生，连真吐血还是咬破舌头都分不清吗？他只是在装瞎。烈哥，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抹黑你？既然他们喜欢演戏，那就让他们演个够。不过按照谁的剧本演，我说了算。回公司，110项目刚拿下，有的是事情要做，收拾秦家不急。畜生，他这是要当众送他亲弟弟上路啊！他眼里还有没有秦家？还有没有我这个爹？老三，你还有脸回来？要不是你在会场发疯，程颖会被气到吐血吗？小烈是救过我的命，我一时被程颖气急。救命！程颖救秦家的更多，你二姐命，我的命，哪个不是他？啊，别怪三姐。程颖确实不是这样的人，或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三姐，我真的不知道是哥哥输的血，不是故意欺骗你。耀棉，耀棉，二姐，你快看看程颖。程颖，为了演这出戏，你竟然对自己下这种狠手！你们都出去吧，别打扰我给程颖治病。你先好好养伤，剩下的等你生好再说。这才对，一家人应该和和睦睦的。二姐，我胸口好疼。你真以为我分不清内出血还是咬破舌头吗？程颖，你因为我怕你们被秦烈抢走，我只是个孤儿，离了秦家我什么都不是。那你就能践踏秦烈的清白吗？二姐，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们。程颖就是太脆弱，太看重家人，可是他离我印象中那个坚定背我出火场的人越来越远了。最后一次，程颖，这是我最后一次用医术骗人。我就知道二姐一定是最向着我的。三姐，这是我之前为你写的涅槃，本来想等你生日再送，但闹成这样，我想把它作为道歉礼物送给你。你一直在咳血，还管这些干什么？这曲子的编排和情感太优秀了，这首歌完全是为我的声弦量身定制的，它能让我重回巅峰。因为这本就是秦烈熬了无数个通宵写出来的，我只是借花献佛，拉回三姐的心，何乐而不为呢？这首歌我改了整整18遍。三姐，我要让你重新站上巅峰，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包括哥哥，都只能仰望你。这么完美的曲子，没有极深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小烈那边，以后等他回家，我一定会劝劝他，让他别再针对你，让你们和平相处。谢谢姐姐，想得美。等秦烈知道你唱了这首歌，你们的矛盾就更不可能调和了。烈哥，秦锦华那首涅槃爆了。我能重新站在这里，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弟弟程颖，是他忍着病痛为我写下了这第一首涅槃。现在全网都在心疼秦承颖，说他带病创作秦家感天动地解逆情。秦承颖真是不放过一切机会。这首歌是秦锦华车祸后我呕心沥血为他写的。秦锦华，你曾经亲手把这首歌扔进纸兜，说我写的东西是垃圾。秦承颖不仅偷了您的心血，还踩着您的名正声立天才人设。烈哥，咱们怎么反击？不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什么？让人再推他们一把，让秦景华坐稳天后宝座。烈哥，咱们砸进去5000万了，全网到处都是秦景华和秦成影的热搜。不够，买下海外榜单推荐位，让他的热度和名声再进一步。还加？秦成影偷了您的心血，您还花这么多钱捧他，我憋屈啊！看看这个，烈哥，你已经申请版权了。对付这群吸血鬼，怎么能不留后手？那咱们现在就把这铁证甩出去，直接锤死秦成影这个假天才！不，继续捧，欲使其亡，必使其狂。秦成影，这可是你自己往死路上撞。懂了，捧得越高，摔得越碎，我这就去加码。又是第一，大姐、爸，涅槃海外榜单也登顶了，我重回巅峰了！好，不愧是我秦万浩的女儿。景华，这次多亏了程颖，拖着病体写出这曲子。只要三姐开心，我做什么都值得。程颖，你太傻了，熬夜改了18遍曲表，三姐欠你太多。三姐，我们是一家人，只要姐姐们不赶我走，我就心满意足了。秦烈，你熬夜写出来的神曲，现在全算在我头上了。你救回来的姐姐，现在只认我，你拿什么跟我斗？哼！逆子要是能有程颖一半懂事，秦家何至于闹笑话？爸，小烈只是赌气，他毕竟救过我，你别再说他了。虽然小烈救过我的命，但是程颖也不愧是我疼爱多年的弟弟。看在他帮我再创辉煌的份上，我可以既往不咎。秦总，查到了，涅槃海外霸榜是因为背后有巨额资金推流，至少砸了5000万。5000万？是谁在帮我们？对方做得很隐蔽，但可以肯定是看中三小姐潜力的国际资本。看来秦家的实力已经引起国际资本注意了。上次的项目只是运气不好，秦家不可能被秦烈打倒，只会飞得更高。秦小姐，这首歌真的是您弟弟独立创作的吗？当然，这是程颖在病床上呕心沥血为我写的，他是真正的天才。今晚的庆功宴会有重磅消息吗？我将宣布，把涅槃所有的商业收益全交给程颖打理，他是秦家的骄傲。谢谢大家，我只希望离家出走的哥哥看到后，能明白秦家大门永远为他敞开。哇，秦成颖真是太善良了，要是我有这样的弟弟就好了。名誉、金钱、地位都是我的了。秦烈，今晚我要让你……烈哥，鱼儿咬钩了。这是秦家刚送来的庆功宴请柬，指名道姓请您参加。秦成颖现在被吹成乐坛100年一遇的天才，他大概以为捡了您的废稿，就能一辈子踩在您头上。如果不让他坐稳这个位子，今晚的戏就没法唱了。咱们的5000万推流费没白砸，热度已经到顶了。秦家这次请了国内外所有主流媒体和乐评人。烈哥，咱们什么时候出击？不急，这种大礼我要亲自送。诸位，今天不仅是锦华重回巅峰的庆功宴，更是庆祝我秦家出了程颖这样一个麒麟儿。秦东好福气，程颖少爷带病创作，简直是乐坛奇迹。是啊，不像那个被赶走的甄少爷，除了给家里抹黑一点用没有。秦烈，请柬已经发给你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看，离了秦家你什么都不是，只有乖乖回来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小烈，哥哥，你终于来了。我已经求过姐姐们，只要你肯认错，这首歌的收益我分你一半。秦成颖，拿我的东西打发我，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程颖为了这首歌呕心沥血，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秦烈，马上下来，不要搅和老三的庆功宴。诸位，这首《涅槃》确实是神作，但真的是你写的吗，秦成颖？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当年扔掉的一张废纸，我
就不信秦略能像上次那样拿出什么证据。小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周脸，把大礼给秦小姐呈上来。3年前，程颖明明说是他上个月刚写的。三姐，这是我为你写的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这种乡巴佬懂什么音乐？滚出去！秦烈啊，秦烈，你可真是……你车祸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我试了上千种旋律写出这首曲子，想告诉你，你可以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我当时把他当成垃圾，我还骂你是乡巴佬。你把收益送给一个剽窃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被你指着鼻子骂的亲弟弟？太劲爆了！乐坛天后竟然剽窃亲弟弟的作品，还纵容贾少爷冒名顶替。秦家这出真贾少爷的戏码真是绝了！真少爷呕心沥血，贾少爷坐享其成，全家人还都在帮忙数钱。够了，秦烈，你作为秦家的一份子，给姐姐写首歌怎么了？非要在这种场合让秦家丢脸，你才开心吗？秦董，我可是被你们亲手赶出门、净身出户的白眼狼，为什么要白给你们送钱？秦烈，开个价吧，版权我们买了，价格随你开。不能再让事态继续发展了，否则程颖和锦华都完了。秦青鸾，你以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包括真心？哟，秦大总裁，现在想起谈生意了？晚了，我们烈风资本不缺钱，缺的是公道。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在垃圾桶里看到这首曲子，以为是哥哥不要的，我只是想帮三姐。哥哥，求你别怪大姐和三姐，你要怪就怪我吧。程颖，秦程颖，别演了，你咬破舌尖的戏码，看多了会反胃。装货。小烈，我这就发声明还你一个清白，把所有的奖项都还给你。你跟三姐回家吧。回家，回那个杂物间，还是回那个手术台？不是的，我会给你安排最好的房间，我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秦锦华，你觉得我稀罕你的房间？你现在的名声已经毁了，剽窃、羞辱亲弟、纵容贾少爷，你还能在乐坛待多久？秦锦华滚出乐坛，剽窃犯不配唱歌。我的事业，我的歌。这都是你应得的。秦烈，你以为毁了锦华，秦家就会向你低头吗？只要秦氏集团还在，你永远只是个跳梁小丑。秦青鸾，你以为秦氏……本台最新消息，今晚秦氏集团晚宴爆出惊天丑闻，乐坛天后秦锦华被当众实锤剽窃，其多首横扫大奖的成名曲均被证实为他人代笔，竟全部出自被秦家扫地出门的亲弟弟秦烈之手。更令人震惊的是，秦锦华此前一直纵容养子秦程颖冒领创作功劳。我秦万鹤一辈子的名声全毁在你们几个手里了。爸，现在说这些没用，我已经让公关部去压热搜了。秦丽手里是国家版权局的证据，根本压不住。秦程颖，你毁了我的名声，你这个骗子！三姐，我真的只是想帮你。我掐死你！我掐死你！锦华，你冷静点。程颖还有病，你真的想掐死他吗？让他掐，掐死一个算一个，总比在外面丢人现眼强。我先送程哥上楼。就算程颖不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是你的弟弟，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二姐，你这话说的真是轻飘飘啊！如果当年火场救你的不是秦程颖，你还会对他百依百顺吗？当然不会，
我又不缺弟弟。秦城影满嘴谎话，你们不设防，早晚会像我一样。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挽回损失。秦烈现在有了烈风资本，他肯定会针对我们的医疗板块。耀明，你那边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知道了。烈哥，秦锦华的所有代言全部掉光了，赔偿金估计得有3个亿。秦氏集团为了保他，现在现金流非常吃紧。这只是开胃小菜，那接下来的大餐是……秦耀眠，他不是自诩圣守人心，视医德如生命吗？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着他最在意的名声和最疼爱的假弟弟是怎么一起烂掉的。二姐，你这话说的真是轻飘飘啊！如果当年火场救你的不是秦城影，快救救我二姐！我把二姐救出来了！你还会对她百依百顺吗？秦城影满嘴谎话，你们不设防，早晚会像我一样。喂，林侦探，是我，帮我查一份旧档。对，就是当年秦家老宅起火的事儿。秦总，这都是很多年的旧事了，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好，辛苦你了，尽快查，查到之后直接联系我。程影，不要怪二姐，查出真相后，二姐……秦总，你们烈风资本确实风头正盛，但我天南药业可不吃这套。我们和秦氏集团可是10年的铁交情。赵董，商人重利，什么时候讲起情怀了？赵董，为了查你这点底细，我可是熬了3个冬宵，把你海外的空壳公司翻了个底朝天。你挪用8亿公款去赌博的事儿，我猜董事会一定不知道。你们怎么会拿到这些的？赵董，只要我把这些递交经侦，你下半辈子就得提前享福了。有话好说，您费这么大劲捏住我的死点，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你马上撕毁和秦氏集团的药材供应合同。断供？可是按照合同，如果是我们单方面违约，要赔付秦氏整整3个亿的违约金啊！这3个亿，烈风资本替你出，怎么样？需要给你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吗？不用考虑了，我签。又是跌停，因为云端项目失败和老三的丑闻，我们秦氏的市值蒸发了100亿。爸，现在发火也没用，我已经让公关部发声明，把锦华的个人行为和集团切割了。只要我们的核心特效药护心丹能按时交货给各大医院，资金链就不会断。各位老总，秦董正在开会，你们不能硬闯。少拿开会来敷衍我们！我们医院订好的那批护心丹，为什么今天还没发货？李总，生产线正在加班加点，明天一定发货。我们一直是按时发货的，大家不用急。我们怎么能不急？商天南医业刚刚发函宣布，宁愿赔付3个亿的违约金，也不再愿意再给你们供货。这不可能！赵南天疯了吗？他可是我们最大的独家原材料供应商，断供完全是赔本买卖。我不管你们得罪了哪路神仙，如果明天交不出货，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你们秦氏要面临各大医院数十亿的巨额索赔。交不出货，大家就法庭上见。天南药业怎么会突然反水？秦总，刚刚查到天南药业在昨晚被一家神秘的资本注资控股了。神秘资本，这是要往死里整我们秦家呀！好，给我去！太爽了！断供通知一发，秦家估计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天南医业赔给他们的那3个亿，根本填不上各大医院数十亿的索赔缺口。秦家现在正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想见天南药业的新老板呢。他们要是知道把他们逼上绝路的神秘大佬就是他一直看不起的亲弟弟，估计能当场气吐血。慢慢来，我要看着秦氏引以为傲的1000亿大厦从内部一块砖一块砖的塌下来。烈哥，那秦青鸾那边的求见，今晚帝豪会所，是时候给我这位好大姐上一课了。我的代言全掉光了，粉丝都在骂我，现在连公司都要跟我解约，都怪你们！如果小烈还在，如果你们没有把他逼走，那首涅槃的版权就是我们秦家的，是你们毁了我！
你还敢提？因为你和秦烈，秦氏的股价都跌成什么样了？爸，你打景华干什么？这事能全怪他吗？秦城宇他就是个扫把星。自从他把小烈逼走，我们秦家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三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求你们别吵了。秦景华，你这个蠢货，自己身败名裂了，还想拉我下水？等我拿到了秦家的家产，第一个就把你卖到黑市去。够了，都给我闭嘴！程颖，这不关你的事，你身体不好，别想那么多。青鸾，天南药业那边有消息了吗？爸，您放心，我已经联系上那位神秘大佬了。程颖，你准备一下 PPT 企划书。大姐放心，我一定帮你拿下这位大佬。只要我们许诺给他秦氏10%的干股，他绝对会乖乖把原材料送上来。程颖，待会儿进去机灵点儿，这位大佬手眼通天，只要他点头，秦家就有救了。大姐，我的企划书完美无缺，保证让他心甘情愿为我们秦家卖命。您好，我是秦氏集团总裁秦青鸾，这位是我的弟弟秦承应，久仰大名，今日能见一面，真是秦某的荣幸。好久不见啊！秦烈，秦烈，这剑冢怎么会在这里？哥哥，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秦承颖，你在秦家吃软饭吃久了，看谁都像伺候人的。哼！秦烈，马上给我滚出去！我们今晚要见的是天南药业的大人物，要是冲撞了他，坏了几10亿的生意，我扒了你的皮！秦总，今晚死活要见您的人到了，就是他们2个。什么？那位大人物真是秦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秦青鸾，你不是要求我吗？意外搭上天南药业又怎样？秦丽年纪轻轻，只有被我拿捏的份儿。秦烈，我承认我小看你了。秦氏集团是江城医疗界的龙头，你断了我们的供，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程颖，把我们的企划书给秦总看看。哥哥，只要你恢复对秦氏的独家供货，并且承担我们未来3年的新药研发费用，秦氏愿意拿出10%的干股作为回报。天南药业不收垃圾。秦烈，你别欺人太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天交不出货，各大医院的违约金就能让你们这头骆驼连骨头渣都不剩。他怎么会对秦家的危机这么清楚？哥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只要你肯救秦家，我愿意马上滚出去。求求你别伤害大姐和爸爸了，爸爸因为公司的事心脏病都要犯了。收起你们这副令人作呕的表演，秦家的供货我断定了。秦烈，你枉拒人伦，连亲生父亲都不顾，你会遭报应的。先顾好你们自己吧，你们秦家的报应已经来了。尝尝这茶。秦氏的资金链只是一时周转不灵，80亿的贷款还请宽限几天。秦董不必道了，鉴于秦氏面临断供危机，我们决定限期秦氏半个月内提前偿还80亿贷款。看来秦大小姐去帝豪会所坑币了。秦董，好自为之，准备好破产清算吧。你不是说今晚一定能拿下天南业的供货权吗？那个神秘大佬提了什么条件？爸，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大佬，是秦烈。收购天南药业的人是那个逆儿。爸，大姐已经低三下四的求他了，可哥哥他根本不看企划书，还让人羞辱大姐，他就是想眼睁睁看着我们死。既然秦丽不留情面，那就别怪我火上浇油。都是你！如果不是你天天装逼陷害小烈，小烈怎么会对我们这么绝情？是你毁了秦家！三姐，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哥哥原谅，我愿意现在就去死。秦景华，你疯啊！秦烈那个白眼狼在外面发了财不认我们，你拿城头撒什么气？秦家还没死绝，轮得到你们耗丧？耀梅，3天后的医疗峰会是我们最近的翻盘机会，必须交出平替新药。爸，新药必须经过严苛的临床测试，强推上市会出人命的，我不能拿职业生涯开玩笑。二姐，
这是我在哥哥房间找到的青囊柱古方。苏老的手稿，这批注的药理推导完美避开了天南药业的专利，药效还能翻倍。不行，只是理论，方子药性太猛，必须做半年临床排查副作用。没有半年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秦家破产，看着我去死吗？二姐，哥哥就等着看我们笑话。你不仅是医生，更是秦家的女儿啊！按常规走临床，秦家就完了。这方子推导完美。烈哥，秦家疯了。他们刚刚发布了全网通告，说3天后的江城医疗峰会上，秦氏将推出平替新药，并且要当场给患者试药。3天时间强推新药，秦耀眠这是把他视若生命的医德拿去喂狗了。烈哥，难道他们真的找到了什么绝世秘方？万一真让他们度过这次危机，他们找到的恐怕是我忘记带走的青囊柱，那是苏老交给我的。神医苏老的手稿，那秦家岂不是翻身了？苏老，您是中医泰斗，这手稿您不留给您的亲孙女，也不传给您那些懂行的徒弟，交给我做什么？我连医理都不懂。小烈，正因为它是一本记录了致命药物冲突的毒理笔记，我才绝不能把它交给懂行的人。为什么？这上面的方子剑走偏锋，表面能短暂激发人体潜能，造成药效翻倍的假象。懂行的人面对这种诱惑，有几个人能守住本心？既然这么危险，您为什么不直接烧了它？这是我毕生心血总结的用药禁忌，若是烧了，后人再遇到这种药性冲突，又得拿人命去试错。小烈，你虽然不懂医，但心术正，帮我把它压在箱底，直到将来遇到真正医德高尚的大医，再让它重见天日。不要，那明天试药，秦家岂不是要当众杀人？前世秦耀明为了救一个纵火犯，不惜抽干我的脊髓。这一世，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信仰、他的医德、他最疼爱的弟弟，在万众瞩目之下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周濂，去联系苏老的孙女苏青青，请她3天后务必到场。苏青青医术不凡，又是苏老侄女，只有她能内挽狂澜，不让无辜者死去。这款新药是秦氏药业的突破性成果，它不仅完美融合了苏老遗作青囊柱中的精髓，更将成本压缩到了同类药物的1/3。它将彻底改变行业格局，让普通家庭也用得起特效药。不愧是秦家二小姐，深受人心啊！现在的医疗可是咱们江城的金字招牌，那是再加上苏老的古方，这药绝对是神药。我这病拖了5年，家底都掏空了。秦医生说是这药疗效翻倍，我终于看见活下去的希望了。秦小姐真是活菩萨，感觉这药吃下去热乎乎的，肯定有奇效。感谢秦家，感谢秦二小姐。我在专业上还从没出过问题。青囊柱是我爷爷留下的用药禁忌，你不能。你是苏青青，苏老的亲孙女，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难道那本手稿真的？可那上面的逻辑明明无懈可击啊！苏小姐，我知道苏家自从苏老走后就没落了，但你想借着秦家的发布会出名，也该换个高明点的借口。出名？我是为了救命。大家看，总有人见不得秦家好，见不得老百姓用上便宜药。难道二姐这位医学博士，还不如你一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落魄户懂药理？哪来的疯女人？秦医生是江城圣手，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我看他就是想讹钱，怎么生出这种想红想疯了的后辈？保安，快把他赶出去！秦耀明，你是医生，你回头看看那些病人。保安，先带苏小姐去休息室，别让她干扰发布会秩序。好烫，我的血！秦医生，不好了，所有注射了新药的患者全部出现了严重的溶血反应，快准备抢救！好。秦耀勉，你还我爸的命！他刚才还好好的，喝了你们的药就开始吐血抽搐。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庸医！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是按照苏老的古方配比的，逻辑上绝对没有问题。秦医生，患者出现了大面积急性溶血。大家冷静点，我二姐也是为了救人，她也没想到会这样。没想到，你们不做临床实验吗？现在说不知道。因为他们奉为神迹的那本青囊柱，根本不是救人的方子，而是苏老晚年来记录各种药物禁忌和失。你胡说什么？这本手稿上的药理推导明明无懈可击。秦大医生，你太自负了。苏老在每一页的边缘都留下了暗号，那是苏家特有的绝户标，意为绝不可入药。秦医生，我爷爷一生最重医德，可你为了帮秦家翻身，竟然偷走这本笔记，连验证都不做就敢给病人用。程莹，你不是说这是你在秦烈杂物间捡到的，是秦烈想私藏好东西不让秦家翻身吗？该死，怎么又把锅甩到我身上了？这事儿太大了，我绝对不能背，事后再找二姐道歉吧。二姐，
我亲眼看到哥哥宝贝一样藏手稿，他分明是算准了我为了秦家会去翻找，他是在拿人命做局害你啊！我和二姐也是受害者，我以为哥哥留下的是救命药，谁知道他竟然在杂物间里藏毒药来害我们秦家！我就知道这小子心肠最毒！你这个畜生，自己被赶出家门，就故意留毒药害我们这些老百姓，你不得好死！哥哥，你恨我抢了你的位置，冲我来就好，为什么要拿这么多无辜病人的命开玩笑？二姐那么信任你，你这不是要毁了二姐的职业生涯吗？秦烈，真的是你故意设局，你为了报复秦家，连人命都不顾了。秦耀绵，你不仅医术烂，脑子也蠢得可。我是把那本笔记忘在了秦家，但我有拿刀逼着你跳过临床1期、2期、3期试验，直接给人用吗？对啊，你是医生还是他是医生？要是你给我们吃的，你凭什么推给别人？这不关我的事儿。程颖，我知道程颖脆弱，可是连自己的责任都不肯承担，这种人真的有勇气把我从火场里救出来吗？我的天，秦家贾少爷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直接把姐姐推出来顶罪了。秦医生，1号床和3号床的病人出现多器官衰竭，撑不过10分钟了，我妈要死了！庸医，我要你查！推身上线索，准备血透，快啊！秦医生，没用，病人的多器官衰竭速度太快了，血压根本稳不住。我的药理推导明明是完美的，我是天才，我怎么会杀人？让开，我来！你那套常规急救只会加速毒素游走。指标回升了，苏小姐的针法止住了溶血反应，病人脱离危险了。我救了一辈子的病人，自诩医术高超，原来全是个笑话，我差点成了杀人犯。二姐，太好了，病人没事了，你的名声保住了，我们秦家也保住了。保住了？我是主治医生，违规跳过临床事件直接用药的字是我签的，我的医生生涯完了。秦烈，你早就预料到了，对不对？你看着我因为自负跳进坑里，看着程明在媒体面前先背叛我，甩锅给我，你觉得像看猴戏一样有趣吗？秦耀明，路是你自己选的，就像当年在火场里，你也同样选择了相信他的谎言。你什么意思？不对，程毅明明说他为了救我被掉下来的火柜子砸中，差点死掉。二姐，你别信他，秦烈他现在有权有势，想伪造一份10几年前的病历太容易了。绝对不能让秦耀明知道真相，他表面清高孤傲，实则偏执狠辣。一旦知道我鸠占鹊巢骗了他10几年，他一定会拿手术刀活剐了我的。秦小少爷，你这嘴皮子功夫不去当编剧真是委屈我。秦耀绵，你宁愿相信一个毫发无伤的人救了你，也不愿去看看那个趴在重症监护室背上连块好肉都没有的亲弟弟。程颖，他说的是真的吗？二姐，你怎么能为秦烈的假病历怀疑我呢？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弟弟啊！站住！秦烈，你给我站住！秦大医生还有何指教？你也想说这份病历是我伪造的？周脸刚才说你背上连块好肉都没有。秦耀绵起疑心了，绝对不能让他看秦烈的背，否则我这么多年的经营就全毁了。二姐，他就是想用这种苦肉计让你愧疚。秦程颖，你他妈闭嘴吧！你这种连献血都敢冒领的畜生，有什么资格揣测烈哥？秦耀绵，烈哥背上的伤是替你挡下烧断的房墙留下的。他在 ICU 里每晚疼的谁不着急的时候，你在给这个毫发无伤的骗子炖燕窝，替我挡房梁。他背上的伤是为了我。档案已查清，当年重伤救您的是秦烈。二姐，这个侦探肯定是被秦烈收买了。我找老林查这件事，连大姐都不知道，秦烈怎么可能提前收买他？所以缴费单是真的，调查报告也是真的。一直以来真的是你在骗我。二姐，你宁愿信外人也不信我吗？真是好一出大戏。小烈，让我看看你的背。不能让秦耀庭看。二姐，这里是公共场合，你贵为名医，怎么能当众撕扯亲弟弟的衣服？二姐，求你了，为了秦家的脸面，你冷静一点。去他妈的脸面！我现在就要看。不，二姐，这就是他为了陷害我故意弄出来的苦肉计。你
他妈还在说，你秦耀眠，你发什么疯？你做穿刺的时候早就见过了，现在又来装什么？我是你姐姐。现在想起后悔了。保镖，快把二姐拉开！这些疤，我明明早就看到过，我都做了什么？你背上这些伤，就是你从小不学无术，到处惹是生非的报应。程颖还在练琴，你还不滚去给他准备宵夜？秦耀眠，你满意？小烈，你恨我是应该的。我是个握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手就是我的命。我把这双手废了，把欠你的都还给你。秦耀眠竟疯了，他不仅不会护住我，肯定还要反咬我一口。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得赶紧去找大姐。小烈，你还是心疼姐姐的，对不对？别在我面前搞这些三流狗血戏码，看见你的脏血很晦气。秦耀眠，我最后悔的事就是火场救你，早知道救回来的是个恩将仇报的瞎子，我还不如去救一条狗。后悔救我？你和秦程颖还真是绝配，一个装可怜吸血，一个瞎了眼犯贱，你们就该一辈子锁死在一起，别来脏了我的眼。秦大医生，留着你这双拿手术刀的手吧，毕竟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等着你回去治病呢。小烈说的对，秦程颖骗了我这么多年，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人体有206块骨头，怎么做小烈才会解气呢？看见没，就是他，差点害死10几条人命。平时看着清高，没想到为了利益连医德都不要了，真是医学界的耻辱。我已经完了，好在还有人能给我陪葬。老林，帮我办件事儿。秦二小姐，您吩咐。我要在黑市买一套最精密的骨髓穿刺设备，还要能让人痛觉神经放大10倍，却又不会致死的药剂。秦二小姐，您这是要……不该问的别问，钱我会打到你账上。秦程颖，公关部都是吃干法的吗？新药医疗事故的新闻满天飞。大姐，你救救我！秦烈他疯了，他拿了份假报告，非说当年火场救二姐的是他。老二呢？他怎么没把医院的事压下来？二姐精神受创，信了秦烈的鬼话，现在不知所踪。秦烈现在有烈风资本撑腰，他扬言要搞死我们秦家。只要大姐还护着我，秦耀那个疯婆子就动不了我。秦烈，搞砸新药发布会不够，还想离间我们姐弟？秦总，出大事了！因为新药事故发酵，各大银行联合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3天内偿还所有贷款，否则就要强制清算秦氏资产。什么？墙倒众人吹，现在没人敢借钱给我们，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立刻动用秦家所有底牌，联合江城商会封杀烈风资本。秦总，这可是伤敌1000，自损800啊！我们现在的资金照做，只要捏死烈风资本，银行自然会见风使舵。我要让秦烈知道，在江城，我秦青鸾才是天。烈哥，秦青鸾那个疯女人刚刚联合江城商会，对我们下达了全面禁令。困兽之斗，他把秦家最后的现金流全压在这场封杀上了。烈哥，现在其他商户全在观望，没人敢跟咱们做项目了，怎么办？谁说我们要做项目？把这份城南旧城改造的土地和规划文件放出去，记住，做的隐秘点，务必让秦程颖不小心偷到。这种超级大饼给秦程颖，那是绝无否认。只要秦青鸾把剩下的钱全进这块永久不可开发的毒地体，就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大姐，你都忙了一天了，喝杯牛奶休息一下吧。还是程颖你贴心。老二有消息了吗？还没，我已经加派人手去找了。烈风资本呢？他们所有的项目都停了。秦烈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这就好，
我要让他知道，离开秦家，他连个屁都不是。大姐，我今天去打听消息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秦烈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他提前得到了政府的内幕消息。城南那片旧城区马上就要进行大规模改造，秦烈就是想独吞这个项目，所以才急。大姐，这是我花重金买通了烈风资本的一个高管，偷偷复制出来的城南旧城改造内部规划书。城南将被划为省级核心 CBD， 一旦建成，地皮价值至少翻10倍。有了这个项目，我们秦氏不仅能还清所有银行贷款，还能彻底垄断江城的地产和医疗。爸，这是天赐良机。秦烈以为断了我们的供就能逼死我们，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底牌被程颖拿到了。哥哥他就是太自私了，有这么好的发财机会，居然想独吞。那个逆子哪像我们程颖，处处为这个家着想。程蝶，你才是我们秦家的福星。爸，这块地明天的底价是10亿，秦烈现在的流动资金最多也就20亿，我们必须截胡。可是我们账上不仅没钱，还有银行等着要债。把秦氏大厦和房子抵押给地下钱庄，凑30亿。明天我要在拍卖会上把秦烈踩在脚下。常规项目根本就不是秦家，赌一把。烈哥，鱼儿把钩子吞得死死的。秦青鸾不仅抵押了秦氏大厦，还去地下钱庄借了10亿的高利贷，一共凑了30亿，就等着明天去抢城南那块地呢。秦青鸾还真是大手笔，为了给自己挖坟，连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秦程颖那个蠢货还以为自己立了天大的功劳，官方真正的通报明天下午就会发下来。那块地重金属锰超标10000倍，是永久不可开发的毒地。秦青鸾太骄傲了，他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能赢他只是靠运气。这种自负就是他致命的弱点。只要他认为这是唯一能把我踩在脚下拯救秦家的机会，他就会押上所有。烈哥，那明天拍卖会，明天咱们亲自去送他们最后一程。秦总，这是秦氏集团最后的心血了，连老宅都抵押了，万一这是秦烈设的局，闭嘴！秦烈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提前搭上了线。林特助，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情报吗？可是秦总，事情太顺利了，烈风资本那边连1防备都没有，这不符合常理。顺利是因为他们蠢，在商界，情报就是生命。秦烈连自己的机密文件都看不住，活该被我踩死。秦总最近的状态很不对劲，难道真的是被接二连三的打击冲昏了头？通知司机备车去拍卖会。今天我要让秦烈知道什么是。烈风资本所有的项目都停了，现在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抽出来，就为了今天这块地。这块地我势在必得，你最好别来凑热闹。哥哥，城南那块地可是江城未来10年的核心，大家公平竞争嘛。秦烈，你做梦都想不到，你的绝密规划书已经被我偷到了。烈哥，他们怎么知道城南是核心？难道……看来我猜对了，秦烈，你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秦青鸾，你敢偷我的商业机密？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你当初不也是靠坑了秦氏一把才起家的吗？好，很好，那咱们就走着瞧。蠢得可笑。各位来宾，现在开始竞拍今天的第一块，也是最受瞩目的一块地皮——城南旧城改造04号地块，起拍价10亿，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万。10亿5000万，11亿，15亿。烈风资本真是财大气粗。16亿，18亿，20亿。烈哥，20亿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不能再加了。大姐，秦烈没钱了，只要我们再加一点，这块地就是我们的了。秦烈，你也有今天。29亿。烈风资本出价29亿，29亿，还有更高的吗？1号红头弓箭，城南04号地块，重金属超标10000倍，永久不可开发的毒地，这是个死局！秦总，千万不能举牌，千万不能啊！关键时刻，他又来添什么乱？林特助这个胆小怕事的废物！我都把他支开了，他竟然还要坏我的事儿！大姐，你别管他，快举牌啊！这已经
经是秦氏抵押了大厦和老宅，加上地下钱庄借来的所有钱了。如果出到30亿，秦家就真的……秦青鸾，你再加1分钱试试看。秦烈，你以为我会怕你？30亿，30亿！秦氏集团出价30亿，还有更高的吗？秦烈，你这个被秦家扫地出门的废物，永远也别想骑到我的头上。哥哥，看来你的烈风资本也不过如此嘛。大姐真是好魄力，30亿1分不少，把秦家所有的底铺都压上去了。你什么意思？30亿1次，30亿2次，30亿3次，成交！恭喜秦氏集团。我的意思是，恭喜大姐，用30亿的真金白银替秦家买下了一块完美的目的地。秦烈，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大姐，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嫉妒我们。规划书当然没错，毕竟那是我亲自让人露给你看的。不过大姐，在发火之前，不如先看看手机。永久不可开发？不，这不可能！怎么会是毒地？30亿买了一块连草都长不出来的毒地。秦青鸾，秦氏大厦，秦家老宅，还有那10个亿的高利贷，你们这次彻底了。大姐，秦二小姐，你要的都在这儿。刚看新闻，你们秦家砸30亿买了块毒地，外面都炸锅了，秦氏快完了。您不找退路，躲在这儿搞这些，一定是秦成颖那个蠢货把秦家推上了绝路。30亿，几代人的心血全毁了。没关系，切掉毒瘤就能重生。我会亲自接他来，给他好好治病。这秦二疯了，我得赶紧走。成颖，你的手术船，二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30亿买了一块长不出草的毒地。秦青鸾，你把秦家的命脉全断了。亏你自诩商业天才，连个假情报都看不穿。是我看不穿吗？那是秦烈故意设的局。秦成颖，是你偷回来的假情报，你这个扫把星！三姐，这怎么能怪我？我只是把文件拿回来，是大姐非要抵押大厦去拍的啊！你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这是秦烈的底牌，怂恿我去借高利贷的？大姐，我是为了秦家好啊！这就是我一直护着的地方。秦大小姐，30亿打水漂的新闻全江城都知道了。我们老板那10个亿的高利贷，你们要怎么还啊？秦董，秦氏集团资不抵债，准备破产清算了。行长，老八哥，宽限几天。秦氏还有厂房，还有地。老东西，你那点破厂房现在连个屁都不值，还不上钱，我送你们去东南亚旅游。全是大姐借的，合同是她签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她。滚一边去！大厦归你们，老宅也归你们，给我3天时间，我会筹到剩下的钱。好，就给你3天，3天后见不到钱，就让你们去海里游泳。秦家彻底完了，10个亿，就算把秦青鸾卖了也还不上，我不能给秦家赔葬。大姐，别怪我狠心，如果不把这10个亿做成非法集资，我也得跟着死。喂，我要举报秦氏集团总裁秦青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个亿，对，证据都在我手里。秦青鸾，你涉嫌非法集资，涉案金额高达10亿，这是逮捕令，请跟我们走一趟。那10个亿明明是抵押筹来的，我什么时候向公众集资了？这是你盖章的内部集资协议，报案人已经把原件交给我们了。我的私章一直锁在书房的保险柜里，密码只有我和程颖知道。秦成颖，是你伪造了这些文件。大姐，对不起，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一错再错。程颖，你居然背刺你大姐！爸，大姐借高利贷已经犯法了，如果我不举报，我们秦家就真的万劫不复了。这就是我掏心掏肺护了10几年的好弟弟。带走。报应，这就是我的报。这是你大姐留着打官司的钱。滚开！他非法集资10个亿，神仙也救不了，秦家已经塌了。
见了，都不见了。锦华，你找到你二姐了吗？二姐的公司被查封了，家里全是催债的，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蒸发了？她难道不管我们了？我打了几百个电话都没人接。爸，你说二姐是不是出事了？管她是失踪还是死了，反正现在谁也指望不上。秦成颖，你这个时候还要卷钱走？大姐可是为了护着你才落到这步下嫁的。她护着我是自愿的。三姐，与其在这哭二姐在哪，不如想想明天怎么应付那帮要债的吧。爸，要面不知去向，青鸾身陷囹圄，我秦婉恒造了什么孽啊？大姐，我把首饰全当了才凑够保释金。锦华，秦成颖那个畜生呢？他把你抓走当晚，就把家里的现金和金条全跑了。爸被气得中风瘫痪，现在连 ICU 的费用都快交不起了。只要我没坐牢，秦家就没死局。我去找王总，他以前全靠秦氏赏饭吃，一定会帮我。王总，只要您肯借我5000万应个急。秦大小姐，你背着10个亿的案子。王总，当年您快破产，是我拉了您一把，求您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们秦家已经完了，还跟你们讲什么情分？看他那副穷酸样，连丧家犬都不如。这几千块就赏你交医药费。我不能倒下，没有钱，爸会被赶出医院，尊严算什么？秦烈，秦总，秦氏的不良资产和债权已整理完毕。秦总，那10亿烂账只要您一句话，立马把秦家女人卖去抵债。秦烈，是你买下秦家所有债务。30亿买独地，被假弟弟卷走救命钱，对入你找的滋味好受吗？是啊，秦家怎么就养出了秦成金这条毒蛇？锦华还一再提醒过我，是我错了，求秦总高抬贵手。周濂，签了他，10个亿的案子我替你平。1元收购，秦氏是1000亿财阀，你只用1块钱就拿走秦家基业，这1块钱买你不用去踩一辈子缝纫机，还不够划算吗？我钱。从现在起，江城再也没有秦氏集团。秦总，秦烈，你等等！秦总，秦烈，公司我已经全给你了，求你给我点钱救救爸爸，只要能交上 ICU 的费用，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现在你倒记起我是秦家的骨血了。谈亲情之前，先看看这个。秦烈，你拿个破奖状显摆什么？没看见程英都哭成这样了吗？你不配留在秦家。我从垃圾桶翻出来粘了1个星期，那时我以为只要我够优秀，你也会夸我一句。小烈，你竟然还留着他！后来我明白了，追逐你们的感情就是错的。是大姐瞎了眼。小烈，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只要你肯出钱救爸，我给你当牛做马。迟来的深情比草贱，现在的你连给我看门都不配。开车。是。烈哥，秦青囊精神快崩溃了，他崩溃是因为秦家完了，不是因为后悔。对了，虽然还没找到钱药旁的行踪，但是查到他让一个私家侦探在黑市买了精神类药物和骨髓穿刺针。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什么？没什么。盯紧秦成颖，秦耀民总会先出现。恶人。秦青鸾，秦氏集团已破产清算，这栋别墅及你们名下所有资产即刻查封抵债，马上离开。走，我们能去哪儿？大姐，你不是说你能翻盘吗？闭嘴！要不是秦成颖卷走了家里的钱，我们至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吗？秦成颖是你惯出来的，是你非要拿30亿去拍那块独地，是你把小烈逼走的。如果小烈还在，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谁把秦烈当狗一样使唤的？你打我，我还把首饰全当了给你做保释金，把钱还给我。我曾经是江城第1女总裁，
如今却跟亲妹妹在泥里撕咬，秦烈，这就是你给我的惩罚吗？蟑螂，大姐，我不要住在这里，这里好臭，我饿了，我要吃饭。只有这个，吃不吃随便你。这怎么吃？以前就算我半夜想吃东西，小烈也会变着花样给我熬汤做夜宵，他从来不会让我吃这种猪食。大姐，你胃不好，这是我熬了4个小时的养胃粥，你趁热喝一点吧。谁稀罕你的破粥？赶紧扫干净，别弄脏了我的波斯地毯。那时候我嫌他穷酸，嫌他弄脏了我的地毯，现在我连一口干净的饭都吃不上，这就是报应。哭有什么用？秦氏没了，但我秦青鸾还没死。不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凑到爸的医药费。秦总，听说烈风资本联合天药业即将发布全新特效药，请问这是否是在针对之前秦氏集团引发的严重医疗不是儿戏，更不是某些资本用来敛财甚至草菅人命的工具。我们利用云端项目的绝对算力，结合苏老一座青囊柱，进行了上亿次的靶向推演。秦家为了敛财而掩盖的毒理冲突，已经被我们完美排除。排除了毒理冲突，这可是连国内外顶尖医学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难题。科技算力结合中医古籍，这简直是医学界的奇迹。秦总不仅帮我爷爷洗清污名，还资助我完成了平价特效药，这药的成本只有市面上的1/10。秦总，您年纪轻轻就缔造了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大概斩断虚伪的羁绊，把那些趴在你身上的记钟全部碾碎。秦万鹤、秦青鸾，你们引以为傲的秦家倒了，而我的登顶之路才刚刚开始。那是我的亲弟弟，如果我好好的对待他，现在站在他身边享受荣耀的，是不是就是我了？如果当初我没有把他赶走，现在站在台上接受万众瞩目的，就是我们秦家。大姐，你要干什么去？爸还等钱交住院费啊！我去借，我去求他们。我还有那些供应商，我还有以前提拔过的人，只要我拉下脸一个个求，总能凑出爸的救命钱。我不能连爸也保不住。李总，当年秦氏把江北那个利润最丰厚的项目让给了您，现在秦家落难，我爸在 ICU 等着钱救命，求您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借我50万。情分？秦大小姐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不秦氏集团的秦青鸾吗？怎么成这样了？他背着10个亿的非法集资案呢，谁敢沾他呀？李总，50万不行，10万也可以，只要能交上我爸的医药费。行啊，跪下把钱捡起来，这些就赏你了。忍住，爸还等着钱救命，这都是报应。谢谢李总。逃到国外就能拿着钱逍遥快乐，还不用提心吊胆的防着秦耀年那个疯子。船马上开了，100万带来了吗？只要你马上安排我出国，钱绝对差不了你的。喂，你这病秧子怎么回事？别死在我的地盘上！嘿嘿嘿嘿，哟，这么多钱，留给你个死人也是浪费。不，我的钱，那是我的钱。就这么死了，怎么对得起小烈受过的苦？喂，120吗？废弃码头有人晕倒了，请尽快来救他。你放心，二姐会让你活下来，然后再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医生，我的箱子呢？我的钱呢？你晕倒在码头，是路人打120送你来的，除了一身血，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不仅欠着医院的急救费，更该关心的是你的命。我的命？我的白血病不是早就用特效药稳住了吗？你过去几年全靠频繁的同源输血在强行续命，
现在常规输血已经没用了，必须立刻进行骨髓移植。现在断了供血，白血病已经全面恶化。如果不马上进行骨髓移植，你活不过3个月。你必须尽快找到之前的供体，这是你唯一的活路。供体，秦烈绝对不可能救我，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强迫秦烈。对了，还有秦青鸾和秦锦华。你不用再翻你姐姐们的这些旧档案了。你大姐秦青鸾长期高强度工作，身体透支，根本达不到捐献标准。那秦锦华呢？她那么年轻。秦锦华当年车祸大出血，造血功能本就比常人弱，强行抽骨髓会要了她的命。至于你二姐秦耀棉，她和你根本不匹配。全都是废物，平时装出一副能为我豁出命的样子，关键时刻一个也不中用。而且你的医药费还没补上，就算有供体，也没法给你做手术。护士，这是10万，先给我爸的 ICU 续上药。小姐，这10万只能救急，凑不齐明天的手术费，老先生还是得转出 ICU。爸要是被转出来，他会死的。我能求的都求了，我连尊严都不要了，才换来这10万块，我还能去哪儿弄钱？你这个畜生！你害得爸没钱治病，居然还有脸回来，把钱交出来！三姐，你误会我了，我打听到黑市有救爸的特效药，才拿着钱去码头交易的，结果被蛇头抢了。秦成颖，你真把我们当傻子吗？你根本不是去买药，你是想卷走家里最后一笔钱自己逃命。大姐，我真是去买药的，医生说我的白血病恶化了，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想再拖累你们啊。恶化？之前不是控制得很好吗？大姐，爸在 ICU 每天烧钱，医生都说没希望了，但这笔钱能救我的命，不行就去求秦烈，你们是他亲姐姐，只要逼他，他一定会心软的。畜生，你怕死，就要拿爸的命换你的命。大姐，你打我！我们家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甚至把阿烈赶出家门，却养出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吸血鬼。大姐，我只是太害怕了。别碰我姐，你这恶心的寄生虫！我不能死。秦烈现在是烈风资本的总裁，肯定在乎名声。对，我可以拿媒体曝光。烈哥，陌生号码接吗？接，免提。哥哥，是我，程鼎。还有力气打电话，你命还真大。秦烈，你现在是烈风资本总裁，如果媒体知道你眼睁睁看着我死，你的名声还要不要？烈风的股价跌得起吗？随便你发，标题我都想好了：破产毒少卷走亲爹救命钱，道德绑架千亿总裁。你猜大众同情谁？秦烈，你不能这么绝！只要你救我，我可以帮你彻底会搞死秦青鸾他们。我要做事，需要你这个只会偷的废物帮忙。你不救我，我去你公司门口死给你看！关我屁事！爽，这孙子彻底疯了。疯狗咬人最疼，派人盯着，我倒要看他为了活命，还能反咬秦家人几口。都不救我，大姐三姐见死不救，秦烈巴不得我死。虽然你年纪大了，
但你是秦烈的亲生父亲，你的骨髓一定能配型成功。爸，你发挥点余热，救儿子一命吧。刀疤哥，这块表价值300万，是我大姐给我买的限量版，现在归你了。秦小少爷，你拿一块破表就想打发我？这表是干净的，不在法院查封名单里。只要你帮我干一件事儿，这表就是你的。什么事儿？帮我绑一个人，把他弄到城郊的废弃仓库去。你们秦家现在还有谁值得绑？秦氏集团前董事长秦万货。你他妈真是个畜生啊！连你瘫痪在床的养父都要绑？少废话！一句话，只要把他绑过去，再给我找个黑市的黑衣，事成之后，我保证你们能拿到更多钱。行啊，有钱赚，绑谁不是绑？秦烈，你以为断了我的血包就能逼死我？我就算抽干你亲爹的骨髓，我也要活下去。杨启，刀疤哥，你们先出去。电话，救！别找了，秦家破产，谁有钱给你交 ICU 的费？我把命都给你，你不能给我？你以为我稀罕？你难道还觉得当年替你挡刀的是我？少用这种眼神看我，老东西，你蠢了一辈子。当年替你挨了致命一刀的，是被你当垃圾赶出来到秦梁的秦烈。我只不过趁他昏迷，买通医生做了一道假疤。秦烈不救我，大姐三姐配不上，只有你能救我。医生，干活！会死的。会死？你不是说死在手术台上也是还债吗？现在轮到你了，给我抽，不打麻药，按住他。逆子！你吃秦家喝秦家的，让你出点力救弟弟，委屈什么？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是你该还秦家的债。老头技能快停了，配型成功率不到10%，我拿去化验。必须配上，配不上我砸了你的诊所。这都是报应。小烈才是替我挡刀的人，我却为了一个恶鬼抽干亲儿子的血。小烈，爸错了。没用的老废物，要是配型不成功，我就把你剁了喂狗。秦少爷，尾款什么时候结？催什么？这就出来。小烈，我要告诉小烈真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将该号码加。秦总 ，AI 超级医疗数据中心的独家合作协议已经批下来了。一旦今天下午的发布会顺利签下，烈风资本就是国内医疗界当之无愧的霸主。李局放心，烈风资本的技术和资金都已经全部到位，绝对不会让上面失望。秦总，你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但我也得提醒你一句，这个项目代表的是官方脸面，容不得半点沙子。尤其是负责人的个人作风和道德操守，绝对不能有任何负面舆论和道德瑕疵，否则合作只能随时终止。我秦立烈行得正坐得端，没有任何把柄在外人手里。烈哥、李局，楼下发布会现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全国300家主流媒体全部到场，全网同步直播。只要字一签，咱们烈风的股价绝对能直接翻倍。那我就提前祝贺秦总，带领江城医疗走向新巅峰了。合作愉快。30年的商海记忆，终于要在今天彻底变现。秦少爷，不行啊！老头机能衰退太严重，配型失败，这骨髓根本没法用。你说什么？我抽了他那么多骨髓，你跟我说没用？真没用！而且这老头好像没气儿了。秦少爷。绑架是一回事儿，弄出人命可是另一回事了。别报警，我可以加钱。不能让秦烈知道这老东西死了，只要秦烈以为他还活着，我就还有筹码。你他妈疯了！这老头死了，你拿什么去勒索秦烈？只要我不说，谁知道他死了？刀疤哥，把他给我绑到轮椅上！你真他妈是个变态，拿死人做局！
我只要活命，把他的下巴用铁丝死死固定住，再给他戴上鸭舌帽，压低帽檐儿。只要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他就是一个重度昏迷的活人。去弄点炸药来，绑在他身上。加钱500万，只要秦烈妥协，1000万我都给你。快去准备切入发布会直播，今天就是威胁秦烈的最好时机。爸，你不是一直最疼我吗？接下来有请秦烈先生与李局共同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怎么回事？设备故障了吗？技术部，马上排查信号。天哪，那是炸弹！轮椅上的人好眼熟，是秦氏前董事长秦万货。秦总，这是怎么回事？秦烈，秦成影这个疯子！秦烈，我给你10分钟，立刻签下骨髓配型同意书，准备1000万现金，否则你亲爹小命不保。秦成影，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威胁我？10分钟一到，你不签字，我就一刀一刀活剐了他，再引爆炸弹，一起死！秦万鹤可是秦烈的亲生父亲啊！秦烈难道要见死不救吗？太可怕了，这简直是人伦惨剧！秦总，不管你们秦家私下有什么恩怨，官方绝不能和见死不救的人合作，你必须立刻妥协，稳住他。烈哥，不好了，烈风资本的股价开始暴跌了。如果不签，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商业帝国和官方信任就全毁了。难道重生一世，我还要被这群畜……秦烈，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亲爹被炸成肉泥吗？倒计时20秒，20秒了，秦烈怎么还不签字？太冷血了！眼睁睁看着亲爹去死，简直是畜生！人命关天啊！就算有天大的仇，也不能见死不救吧？秦烈，人命大于天，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事情无法挽回吗？秦总，难道在您眼里，您父亲的命还比不上您的一点骨髓吗？秦总，请您正面回答。烈哥，不签就不签，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来。你不能又成为秦成影的血包啊！谁？秦烈报警了！二姐，怎么会是秦耀明这个疯子？怕什么？我身边可是花重金请来的亡命徒，她一个拿手术刀的疯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二姐，我劝你赶紧滚，别坏了老子的好事儿，否则我连你一起收拾。哟，哪来的疯婆娘？长得还挺标致。我是来给你们治病的。臭娘们儿，你找死！二姐，你别过来！成影啊，你病得这么重，二姐心疼你，所以想带你去治病。救命啊！疯子，你这个疯子！救命啊！我的腿怎么没知觉了？你对我做了什么？爸，别怕，药棉来救你了。假炸弹。爸，你杀了我爸！二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活命啊！活命，只为了活命，就能害得我秦家家破人亡，害得我和救命恩人血亲分离！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去哪儿？
当然是去给你治病啊，二姐亲自给你治。信号怎么断了？刚才冲进去的那个女人是谁？好像是秦家的二小姐秦耀迷，她手里拿的是枪吗？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秦耀梅，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诸位，如你们所见，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恶意勒索。我的生父被歹徒绑架，生死未卜，但烈风资本绝不向任何恐怖分子妥协。周脸，立刻以烈风资本的名义报警，悬赏1000万，提供线索者重赏，同时让法务部起诉秦成颖敲诈勒索及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烈哥，我这就去办。李局，让您受惊了，家门不幸，出了这种败类。但我秦烈身为江城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会让官方的声誉受损。秦总，你受委屈了，面对歹徒的炸弹威胁，还能保持如此冷静，官方没有看错人。我代表官方表态，严厉打击一切恐怖勒索行为。今天的签约仪式继续。烈哥，警方刚刚突击了那个废弃仓库。抓到秦成运了？没有，现场只有被麻醉枪打晕的绑匪，还有尸体。法医初步判定，秦万鹤在直播前就已经死了。秦成奖是用一具尸体绑着假炸弹，在全网面前威胁你。张颖还真是不断刷新畜生的底线。派人暗中寻找秦耀民的地下诊所，我要亲眼看着这场狗咬狗的戏码是怎么收场的。好。放开我！救命啊！有没有人？醒了。二姐，我错了，你放过我吧，我把钱都给你。钱？你卷走了大姐和爸的救命钱，现在跟我提钱？你是个骗了我10几年的冒牌货，让我亲手拿着穿刺针，差点抽干了小烈的骨髓。不是的，二姐，是秦烈逼我的，是他设局害我们秦家，我是被逼无奈才。还在撒谎，看来只要让你知道痛，你才能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是什么？黑市最新的神经强化剂，能把人的痛觉神经放大10倍，哪怕是一根针扎破你的皮，你都会感觉像千刀万剐。不要，二姐，杀人是犯法的。你一个杀人犯，跟我讲犯法？不要，二姐。何况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秦耀眠疯疯癫癫的，会不会搞混我跟秦烈？放我走！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才。仓库发现秦氏集团前董事长秦万卓的尸体，嫌疑人秦成颖已被立案追逃。另据监控显示，秦家二女秦耀明涉嫌绑架秦成颖，警方正全力搜捕。爸死了！二姐去哪儿了？他绑架秦成颖会杀人的。对，耀明不能杀人，他是个医生，杀了秦成颖，他这辈子就全毁了。秦家已经家破人亡，爸死了，秦氏没了，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妹变成杀人犯。我找人，我一定能查到耀明在哪儿。烈哥，新闻报了，秦万禄死了，秦成岭被通缉，秦耀盘涉嫌绑架成了逃犯。随他们去。我们的医疗计划推进的怎么样了？非常顺利，有了官方医疗部的战略合作背书，海外医药巨头同意并购意向，并开放核心专利库。很好，官方渠道加上我们的技术，才是真正的王牌。等这项技术量产，连人工骨髓培育的成本都会打到骨节，全球医疗霸权都要重新洗牌。秦家人为了给个冒牌货续命，不惜逼我捐骨髓。我要让全世界看看，我秦力不需要吸任何人的血，也能挽救无数人，创造商业帝国。刘总，是我秦青鸾，求您帮我查查黑市的监控，我妹妹耀眠不见了。看在你曾经帮过我的份上，秦二姐在城南防空洞，警察已经赶过去了，你们也快点吧。锦华，我们现在就去阻止耀眠犯下更大的罪。秦烈哥哥，你这里疼吗？看到你们就不疼了，哥哥还要给你们建最好的医院。烈哥还是那么善良，自己淋过雨，就想给这些孩子撑伞。小烈，
你捐物资又成立医疗基金会，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院长，当年要不是您在雪地里把我拉回屋，我早冻死了。秦总，您出资成立浴火重生公益基金，请问初衷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在黑暗里等死是什么滋味，我经历过被大火烧毁半条命的痛，也被强抽过骨髓。我成立基金，就是要让天下看不起并被抛弃的孩子都有重生的机会。杀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杀了我！程颖乖，怎么能死呢？二姐正在给你治病啊。不，二姐，我是个畜生，求你给我个痛快。痛快？你冒领小烈的功劳，让小烈在 ICU 里等死的时候，你给他痛快了吗？你卷走大姐和爸的救命钱，害死爸的时候，你给他们痛快了吗？我给你注射了10倍痛觉放大剂，又给你打了最好的营养线，我要你好好尝尝这滋味。可恶！早知道就不贪图秦家的荣华富贵，也不去惹秦烈那个贱人了，不然我怎么会落到这个疯女人手里？幼棉，你干了什么？这是秦成颖，而且竟然把他折磨成了这样。大姐，景华，你们来了。我正在给程岭治他的撒谎病呢，他快好了。他死了。这下他再也不会撒谎了，病彻底治好了。大姐，你抖什么？家里的脏东西我已经清理干净。大姐，你回去把小烈的房间收拾好，等我洗个手，我们就去接他回家吃饭。家里干净了，他一定会原谅二姐的。疯了，你彻底疯了！不许动，把手举起来！我没有罪，你们抓错人了。我是江城最好的医生，刚做完一台完美的手术，小烈还在等我回家喝汤呢。秦成颖，人已经死了，把嫌疑人和家属全部带回局里调查。是。爸死了，景华废了，耀明成了疯子杀人犯，秦家彻底完了。烈哥，秦成颖被秦耀明折磨死了。秦耀明被确诊为重度精神分裂，秦清林和秦锦华作为家属刚被警方带走问话。据本台报道，秦家3姐妹均已落网，调查进度还在继续。知道了。这群吸血鬼终于遭到报应了。前世的执念，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烟消云散。从今以后，秦家这群人，连做我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秦耀明的案子结了，跟你们没关系，可以走了。堂堂秦氏女总裁，现在居然像条落水狗！你是谁？秦烈的 AI 医疗动了海外财团的蛋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000万，足够把你妹妹送进最好的医院保命。大姐，救我！你要我干什么？烈丰大厦安保无懈可攻，但秦烈的底层代码里还残留着你们的家族生物特征，只有你们的虹膜和指纹能触发漏洞，争取3分钟盲区。就算你被抓，警方也只会认定是家族恩怨，你是最完美的替罪羊。明天验家来验收，把这个贴在主服务器上。报复！我现在连尊严都没了，拿什么恨秦烈？我只要锦华活下去。好，我现在就要1半顶金，马上送我妹妹去医院。秦烈可是你亲弟弟啊！秦家毁了，他秦烈死活跟我没关系，我只要我妹妹活命，只要你救她，你要我干什么都答应。烈哥，京城来的燕春秋出了名的难伺候，手段极狠。财神爷上门，脾气大点正常。燕小姐，烈丰资本秦烈恭候多时。秦总这张脸生得不错，只可惜心太黑。燕小姐什么意思？听说秦总逼死亲爹，把3个亲姐姐逼成乞丐和疯子，我带100亿资金来，是来送钱的。
还是送命的。燕小姐敢带100亿来，说明比起虚伪的道德牌坊，你更看重万倍回报的獠牙。至于那些被我清理的垃圾，燕小姐若喜欢，江城垃圾场多的是。够狂！我喜欢跟狠人做生意。不过今晚我要亲自验收数中心，有一组数据不满意，我垃圾，毫无逻辑，营收靠假账，技术靠淘汰专利。你们江城商会除了烈风资本全是废物，滚出去！燕小姐雷厉风行，别拍马屁。你的 AI 核心数据若是血统，下场比他们惨10倍。今晚的晚宴会让你看到底牌。站住！摘口罩登记。计划还在等救命钱。大哥，我重感冒怕传染，这是工作牌。进去吧，顶层有贵客，打扫干净点。小烈，大姐不想毁了你的心血，但秦家不能绝后。秦总，你当了3年移动血包，净身出户，白手起家，你是个商业奇才，也是个疯子。你对亲生家庭都能赶尽杀绝，我怎么保证你不会被刺？燕小姐搞错了一件事，秦家不是亲人，是吸血的寄生虫。我拔掉他们是为了筹活下去，但对筹码手足够，我秦烈就是你最锋利的刀。资本只相信利益，是吗？好一把最锋利的刀，我喜欢跟聪明人合作。合作愉快。烈风资本，浴火重生基金将全额承担治疗费。哥哥经历过烧毁的痛，绝不会让你们在黑暗里等死。浴火重生，骨髓配型库。他为了救你妹妹，抽血抽到休克。小烈，你被我们逼上绝路，心里装的还是救人，我却要拉着全天下等救命的孩子给你陪葬。秦家造的孽够多了，我不能再错下去。烈哥，他没动手，把装置砸了。赵董的人到楼下了。收网，拉响警报。是。警告：核心机房遭遇非法入侵，安保系统已锁定。秦总，你的安保系统遇到麻烦了？不，好戏开场了。秦总，听说核心数据中心有安全隐患，机房瘫痪了，是不是因为数据造假，您故意销毁证据？叶小姐，烈风资本保不住核心机房，您的100亿投资要打水漂了，别被骗了。你是谁？敢硬闯我的饭局？燕小姐，我是海外医疗财团代表老赵。为了您的资金安全啊，秦烈数据造假，还逼迫亲姐姐秦青鸾破坏机房销毁证据，这种连血清都利用的奸商，绝不能投。姓赵的，少血口喷人，是吗？那调出数据给燕小姐看啊，机房恐怕早成废铁了，拿不出数据拿什么证明？燕小姐，我们海外财团愿出双倍价格接受您的投资。赵董，你觉得买通一条丧家之犬，就能摧毁我秦烈建立的帝国？争取3分钟盲区，就算你被抓，警方也只会认定是家族恩怨，你是最完美的替罪羊。这不可能！你明明撤了安保，他怎么可能没动手？我故意撤掉红魔锁，不过是开门迎客，放你这条大鱼进来。大反转！海外财团买凶破坏核心机房。赵董，您对勒索和商业间谍行为怎么解释？小烈，大姐这次总算做对了一件事儿吧？完了，燕家出手，我不仅破产，还要牢底坐穿。秦烈，你别得意！秦景兰敢背叛我，我已经派杀手去了城中村桥洞，他妹妹秦景华现在估计已经被剁成肉泥了。秦总，需要我派人处理吗？毕竟是你的血亲。不需要，秦家人的死活与我无关。
算你识相没搞破坏，滚远点！锦华，杀手一定去桥洞了。不能停，锦华在等我。小烈，大姐把欠你的命还给你，求老天让我救救锦华。我的腿怎么了？送来时右腿重度创伤坏死，不截肢命都保不住。锦华呢？我妹妹锦华呢？死了。警察说杀手找到桥洞时，你妹妹发着高烧，在大雨里找你了，捞上来直接人早冻透了，尸体没人认舍，已经火化死了。锦华为了找我，被活活冻死。秦大小姐，命挺大，10个亿的债还没清，别以为断了腿就能躲。大厦和老宅都给你们了，我什么都没了。你就剩这条命还值点钱，滚出医院去洗厕所还债！死瘸子，洗个厕所磨磨唧唧，要是被投诉，扣全月工资。哟，这不是秦氏集团的秦大总裁吗？怎么干起这种低贱活了？王总，请让一下，我要打扫。打扫？用手把烟头捡起来，给我把鞋擦干净。你别欺人太甚！贱人，还以为你是千亿总裁，你现在就是丧家之犬。烈哥，专机准备好了，纳斯达克一切就绪，您一敲钟，烈风市值绝对破万亿。万亿只是起点 ，AI 基因药剂在全球铺开，烈风要成为医疗界的绝对法则。秦总，燕家100亿资金已转化为美股筹码，今晚的纽约注定是你的不眠之日。没有燕小姐推波助澜，火烧不到这么旺。走吧，去拿回属于我们的王冠。当年抢我项目想过有今天吗？捡！王姐，给我把鞋擦干净！尊严，我的骄傲全都没了。小烈，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对我的惩罚吗？见证历史，有请烈风资本创始人秦烈。烈哥，破万亿了，我们赢了！你创造了奇迹，无奇迹，只有碾碎绊脚石踩出的血路。小烈，那是我秦家的血脉啊！如果我没有把他赶出去，今天站在敲钟台上的人就是我啊！我错了，是我亲手毁了秦家的真龙。秦烈哥哥，谢谢你救我，送给你。谢谢，这比任何奖杯都珍贵。万亿总裁被小不点包围，华尔街老狐狸看到得惊掉下巴。他们看市值，我看的是曾经在黑暗里的自己。现在我把他拉出来了。旧时代结束了，秦总，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全球战略。属于我们的商业帝国才刚刚开始。耀敏，大姐给你带好吃的了。是你，你这个杀人凶手！啊，你疯了！我是大姐，去死！是你赶走小烈4大奖状，不然他怎么会不要我？贱人，把小烈还给我！耀敏这辈子恐怕都好不了了。来人，打开电梯，把这瘸子拉出去！秦总是江城骄傲，收拾了秦家那些吸血鬼，大快人心。看着要饭的真是云泥之别。小烈，大姐知道错了。他连恨都不愿意施舍给我了。小烈，今天是除夕，一家人该团聚的。小烈，大姐给你带了饺子，你以前最爱吃大姐包的饺子了。大姐，这是我亲手包的饺子。
谁要吃你这种乡巴佬的东西？程颖只能吃米其林，你端这种垃圾想恶心死谁？滚出去！大姐错了，小烈，你让我上去好不好？外面好冷，小烈，求你见大姐一面吧，大姐，把秦家赔你了，腿也赔你了。烈哥，秦青鸾在广场磕头，血流了一地，外面这么冷，再这么下去会出事的。大过年的，在公司门口出事了，不太吉利，要不要叫救护车？打给市政救助站，我不欠他们的命，但也绝不脏了自己的手。明白。喂，救助站吗？烈丰大厦广场有人需要救助。实在抱歉，雨太大了，全巷道路结冰，救助车最快也要2个小时才能到。2个小时？要跟烈哥说一声吗？算了，既然烈哥已经彻底放下了，又何必再拿那2个女人的死活去坏了他的心情？能不能熬到救助站来，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吧。大姐，外头下雨了，喝碗热汤暖暖身子吧。小烈，你原谅大姐了。秦烈哥哥，新年快乐！这是我画的你和大家。谢谢，哥哥很喜欢。他自己曾经在冰天雪地里被弃如一缕，所以才想给温暖这些同样没家的孩子。是啊，烈哥前半辈子太苦了，还给全江城孤儿办医疗基金，你可真是活菩萨。院长，这是我该做的，以后没有任何孩子会再经历我曾经的黑暗。走吧，燕总，去缔造下一个万亿神话。